对日本法西斯，只能兵戎相见，以血还血。我不赞成谈判。谈判又有什么不好？为了达到政治目的，政治家可以不择手段。当前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保住既得的政权。这是我军百团大战第2阶段结束后，蒋经国特地来到重庆与老蒋进行的一次会谈。此时的国民党政府还在和日本法西斯秘密接触进行和谈，而主导这一切的还是自己的父亲，这让蒋经国很不理解。为此，他来到重庆就是想要劝谏老蒋放弃与日军的谈判，通过武力和战争光复中国的领土主权。而小蒋之所以如此痛恨日本法西斯，除了国仇之外还有家恨。小蒋的母亲毛福梅就是因为日军侵华才牺牲的。在1939年12月12日，日军派飞机轰炸浙江奉化溪口，其母亲不幸在这场轰炸中遇难。当小蒋得知母亲被日军炸死后，连夜赶回溪口进行奔丧，并以万分悲愤之力手书以血洗血4字作为毛福梅的墓碑，以时刻提醒自己是报杀母之仇。但此时的老蒋自有自己的打算。1940年，日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，老蒋希望通过谈判拖延时间，减少国内的军事压力，试图保留国民党政权的主要利益。甚至他还向小蒋举例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向吴王臣服，汉王刘邦对项羽俯首的典故，作为当前国民党应对日军的政策。可我们不是勾践，也不是刘邦，我们有几百万军队，有广阔的疆土，又有西方强大的朋友，我们何必向日？西方也有日本的朋友，希特勒、墨索里尼都是很了不起的。在当前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求生存，是很要费一番脑筋的。老蒋认为，现在世界大战一触即发，中国国力极弱，既需要与英美交好，又需要和日本周旋，这样才能确保中国在世界大战分出胜负之前保留元气。听说军令部正在拟定一个黄河以南剿灭共军的作战计划。问这干什么？这不关你的事。见不能说服老蒋停止与日军的谈判，蒋经国便想劝老蒋放弃对我党的围剿，希望继续维持国共合作，至少按照目前的国际形势先缓一缓。什么是大敌？从长远看，最危险的大敌就是共产党。我提出攘外必先安内，诸葛亮不伐曹魏，首先要征服南方的蛮夷，这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嘛。可您不是已经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吗？你今天要问的太多了。众所周知，国民党的保密系统一向都是到处漏风的。老蒋想要策划第2次反共高潮，自然也被我军得知。此时，我军的彭总已经打算结束百团大战，但我党中央为了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应对老蒋和阎锡山的反共政策，决定暂不宣布结束。而另一边，华北方面军的日军正在祭奠在百团大战阵亡的鬼子。西尾寿造在祭奠仪式上郑重宣布，将集结30万大军对我八路军实行毁灭性的大扫荡。皇军要和八路军决战，要彻底毁灭他们的根据地，消灭八路军。皇军圣战，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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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